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体内都可能会出现癌细胞。其实癌症可能是吃出来的。下面这3种肉劝你少吃。第一种，烟熏肉类。因为烟熏肉类非常美味，所以很多人喜欢吃。但是烟熏肉类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甲醛和环芳烃类物质，这2种物质都有很强的致癌性，如果吃多了就可能会增加患癌风险。第二种，加工肉类。现在的人都比较喜欢吃经过加工的肉类，比如牛肉干、罐装肉等。这类食物在加工时会加入很多的添加剂，如果经常吃的话，也容易诱发癌症。第3种，僵尸肉。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僵尸肉。僵尸肉就是冻时间太长的肉，这样的肉不仅口感不好，还容易滋生细菌和寄生虫，大量食用也会增加患癌风险。那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就尽量远离这3种肉吧。如果想预防癌症建议大家可以常喝茶，比如绿茶、菊花茶、红茶等，对预防癌症有帮助。虽然现在生活越来越好，但是有高血压的人也多了起来，尤其是中老年人。平时除了吃药降压，还要多注意饮食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控制血压。我们脚底有个涌泉穴，泉足时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。涌泉穴是足少阴肾经常用腧穴之一，有活血通经、改善微循环的作用。按摩涌泉穴之前可以先用热水泡脚15分钟，然后用手掌揉搓这里，直到感觉微微发热即可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。经常这样刺激涌泉穴，能使血管舒张功能加强，可以有效的控制血压，改善头晕头痛的问题。但是不建议晚上8点以后按摩，因为这时候是血压的最低点。那有高血压的人千万不要停了降压药，平时保养可以做这个动作，还可以配合用山楂、玉米须泡水喝，有助血液畅通，改善高血压。血压高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压高就要想办法平稳血压。那么除了药物，还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全身保持放松，然后上下的甩动双手。甩动双手的同时，配合着蹲起的姿势，每次甩5到10分钟就可以。甩动时次数和速度要循序渐进的做。那这样甩手可以帮助疏通经络、行气活血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对改善和预防高血压有很大帮助。除了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想要稳定血压，平时要多进行有氧运动，学会排解压力。饮食上要控制好盐量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喝点口桥茶或者是冬瓜荷叶茶，有助血管通畅，对预防血压升高有一定的作用。血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很多老年人都被它困扰着，有高血压的人要控制好血压才行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或能让血压稳如泰山。这个动作就是敲打曲池穴，曲池穴在手臂上，弯曲手肘，手臂横纹尽头凹陷处就是。曲池穴属手阳明大肠经，是气血汇合之处。按摩时用拇指按压或者用拳头敲打都行，左右互换，敲打5分钟。敲打曲池穴可以放松神经系统，让心脏更加的平静，对维持血压稳定有帮助。那每天早上6点到10点，下午3点到5点是高血压容易发作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敲打曲池穴是最好的。那这个方法简单方便，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可以做。除了这个动作外，没事还可以用山楂、玉米须泡水喝，有助扩张血管，平稳血压哦。有高血压的人平时要做的就是好好控制血压，多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尽量做到2要2不要，或能让血压更安分。早上起床不要过猛，早上血液比较粘稠，如果这时起床太猛，很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不要情绪波动大，有高血压的人情绪千万不要波动大，如果经常大喜大悲，这样也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所以一定要控制好情绪才行。要适当运动，血压高的人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散步、慢跑等，这样有助血压稳定。切记不要过量运动。
要合理饮食，想要血压稳定，饮食也很重要。不要吃高盐分、高油脂、高热量的食物，多吃蔬菜水果，这样才能够让身体更健康。还可以常用玉米须泡水喝，对降血压有。高血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一旦血压升高，就要用药物进行控制。其实生活中也可以通过一些食疗方法帮助辅助降压，大家可以试着用玉米须泡水喝。玉米须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玉米须味甘性平，有很好的利尿消肿、祛湿泻热的作用。用它泡水喝，能够帮助降低血压。除了玉米须，大家呢还可以做下面这个动作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眼睛目视前方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身体保持放松。然后抬起双手臂，前后进行甩动。甩到后面的时候要用点力气，利用惯性这样来回的摆动，每次甩动3到5分钟即可。注意甩手的时候要自然呼吸，全身保持放松。这个甩手动作能够疏通全身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养护血管，还能够镇静安神、稳定情绪，对稳定血压有一定的帮助。那血压高的人就可以经常的做一做这个动作，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哦。有高血压的人平时一定要注意血压升高，除了用药物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外，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，能帮助平稳血压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伸出我们的双手，双手的10个指尖有个10宣点，10宣点属经外奇穴，具有清热开窍、宣散风热的作用。可以将双手掌心相对，手指弯曲，然后相互敲打10个手指的指尖，每次敲打100下，每天敲2到3次，敲打力度可以稍微的大一些。这样敲打手指可以刺激到10宣点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舒筋活络，能帮助控制血压，让血液也更畅通。除了这个动作，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来平稳血压。建议大家可以用玉米须泡水喝。玉米须药用价值高，有利尿消肿、平肝利胆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或者煮水喝，能起到降压的作用，还能够帮助心脏减轻负担，对改善身体有帮助。发现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血压高的困扰，并且时刻都要防止血压升高，尤其在饮食方面要很小心。其实生活中有一些食材也能够帮助辅助降压。玉米须。玉米须呢是长在玉米上面的，在农村很是常见。大家千万不要把它扔掉，因为玉米须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具有利尿、消肿、通便的功效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能够减轻血管压力，起到稳定血压的效果。2. 山楂。山楂呢，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酸酸甜甜的，可以帮助健胃消食。其实山楂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具有扩张血管、增加血管弹性的作用。经常用山楂干泡水喝，能有效的帮助调血脂，稳定血压。那血压高的人呢，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饮食，要低盐、低脂，适量的进行运动，能够起到调节血压的功效。对于很多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每天除了合理用药以外，还有很多事情要注意，比如晨起要做到2不要。第一，不要起床太猛。很多人有早上睁开眼就起床的习惯，因为早上的血液呢比较粘稠，如果猛地起身，很容易让大脑充血，导致血压升高，甚至昏厥的情况。第二，不要用力排便。很多人呢都有早上起床排便的习惯，但是对于排便困难的人来说，不要用力的去排便，因为用力排便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除了早上这2不要，睡前也有1不做。那就是睡前情绪波动大，不要做。不管你是生气还是过于高兴，对血压的影响都是很大的。尤其是晚上睡觉前，如果情绪波动过大，也容易引起血压升高。所以有高血压的人要多多注意，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很重要哦。希望有高血压的人能够注意到这3点，避免给身体带来伤害。建议大家呢，平时可以用玉米须泡水喝，对稳定血压是有一定帮助的哦。俗话说，胃是喇叭，肝是哑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我们是感觉不到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通过腿脚的一些表现来得知肝脏是不是出问题了。热门有3个异样，表明肝脏还不错。腿脚僵硬不灵活。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，会发现自己的腿关节变僵硬了，腿脚也不灵活了。其实这可能是肝气虚弱的表现，这时需要好好的养肝了。腿总是无缘无故抽筋。
很多人腿抽筋，认为是缺钙了，其实还可能是肝脏不好了，因为肝主筋，如果肝脏不好，气血不通畅，腿就容易抽筋，所以大家也要留心。脚底发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脚底，若是发现脚底异常发黄，这也可能和肝不好有关，也要多注意休息。得了，就八卦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